哎，来到了天津卫，我嘛也没学会，我学会了吃面条。啊，你还不信？你不信，你就是看视频，咱走着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我现在在天津。那来到天津啊，有一碗面，你高低你得尝一尝啊，就是捞面。这捞面呢也叫喜面，这个喜面听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啊，就是逢喜事的时候吃的一个面条啊。这个喜面就是结婚的时候吃啊。说到这个结婚啊，这天津人结婚也很有意思，他是下午晚上结婚。我一听这下午晚上结婚这风俗啊，挺奇怪的啊。来到这儿呢，一打听啊，人家说啊，是因为2个原因啊，造成了这种情况。哪2个原因呢？一个就是这个天津卫啊，它明代的时候这儿就是成立了啊，就是一个卫城。这个卫城呢，就有很多这些军人啊在这屯兵。这些军人是哪儿来的呢？啊，来自安徽的这个凤阳啊。听说人家那个凤阳那儿就是下午或者晚上结婚，所以这当兵的过来就把这个风俗就带了过来，这是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这个天津啊，它自古它是一个港口城市，有漕运发达，有很多码头。天津一半啊，甚至1半以上的人啊，在以前的时候，干的这个工作都是和码头有关系，都要在码头上班。在码头上班呢，人家是上午或者白天工作，你不能说因为你结婚是吧？你说你中午结婚，人家就请个假是吧？不挣钱了啊，所以啊，他们就等着这些人下班以后啊，就下午晚上的时候这个办婚宴，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传统啊。你看现在咱平时也上班是吧？你说上班的时候我为了你结婚我请个假也不合适。就一直延续下来，就是下午晚上，啊，不管啊是哪个原因啊，这儿啊就是结婚的时候都可以吃喜面，啊，就是中午吃喜面，下午接亲，晚上呢办婚宴，很有意思啊。吃喜面啊，咱来到一个地方，你看这儿啊，就是据说在天津啊，就是吃喜面他家比较有名，咱来尝一尝。你看今天还有人在这结婚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人家扶正，你好，2个人吃喜面。行。在坐哪儿？咱里边坐吧。你还看一下吗？我看看这是啥？我想要海鲜，这有海鲜，大酒楼。咱那个捞面就是。哦，喜面是这儿。对。来个小份的就行了。对，小份的它就是带6个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哦，这是8个菜。8个菜，它是488的。这里头是卤子和这个码子是吧？卤子、菜码和面条。就是说我能选6个菜是吧？它就是本身就带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哦，就从1到6，这6个。对，这6个。行，好嘞，行，我先坐。行。各种海鲜。坐这儿啊，全是大桌，好家伙，大酒楼啊！他这呢吃喜面是没有菜单的，就一进来，就在那个墙上选，咱就选过了。最小份的有6个菜，好家伙，这阵势够大的，这环境也不错。哎呦，后边还有财神爷，财神爷看着我吃饭呢。人家一来啊，你看先给了一个碗儿，我嫌这个碗儿不够大，确实不够大。然后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来个稍微大点的碗儿？刚才那服务员小姐姐，那姐姐说，那我给你拿个盆。我说行，就要盆，这最大的就这么大了。我换盆去了。来。哦，这好，这美，行。这大老碗，这陕西人的吃面都拿这接啊。这放到陕西这都是小碗，我跟你说，这合适。好，现在菜就上齐，面也上齐了，这么大一盆，我的妈呀！你这吃完，好家伙，还有这些菜，这真是吃不了，咱兜着走啊。
你看啊，这个阵势啊，放眼全国，你不管放到哪儿啊，对于吃面来讲，那都是顶级的。哎呀，这天津人啊，真是把个面条都吃成席，还给涮。今年的是新涮啊。看这么多菜，你以为够复杂了？我跟你讲，那以前的时候更复杂，有多复杂呢？它分为4冷荤，然后4炒菜、4面菜、4面码，还有红白两卤，你数数多少？现在我这个啊是6个菜，人家还有8个菜的，好家伙，这真是吃成席啊！你看它这个分为4部分，一个就是面，还有呢就是炒菜，还有就是卤子，还有就是这个菜码。这个捞面你不管怎么吃啊，这4个菜这是必须的。然后呢，还有这里头是8个菜码，这叫4平8稳，取这个寓意啊。糖醋面筋，这天津名菜啊，这个是炒了一个鸡蛋很嫩，这是虾仁炒虾仁，还有黄瓜，这是香干肉丝，马蹄溜肉片，这个是青椒炒肉丝。啥叫捞面条？这就叫捞面条。那很多朋友觉得，哎，这捞面条有啥特殊的吗？没啥特殊的。啥叫捞面条？就是说，你把面条啊在这个锅里头煮好以后，你捞出来吃，这就叫捞面条。那啥不叫捞面条呢？就是你不捞出来，比如说这个烩面是吧？咱直接在锅里头下好，然后添各种佐料，就连汤带面就在一块吃了。那这个捞面也叫洗面，这为啥叫洗面呢？就是多了这个红粉皮儿，就这么简单。有红粉皮儿，它就叫洗面。为啥叫洗面呢？就是说喜事的时候，比如说结婚啊，这老人过寿啊，这孩子过满月啊，加了这个红粉皮儿，这就叫洗面了，就更多了一点仪式感。这少弄点，为啥呢？咱还得加菜，要不然菜加不进去了。加这个也有讲究啊，就碗的1/3是面，然后1/3是炒菜，然后1/3是这卤子，还有这个菜码。这个3鲜卤子看着也很棒啊，有木耳、肉片、豆干、鸡蛋，还有这黄花菜，各种东西。怎么浇？哎，给它浇这么一半。咱这手法这一看，就在这面馆当过伙计。再来点菜码。这是焯过水的菠菜、豆芽，都来一点啊。胡萝卜，你看这多好看，颜色。还有芹菜，一定要点缀点这个红粉皮儿。剩下的菜啊，你想吃哪个加哪个，咱都来一点。这个大虾仁这么大，这个黄瓜也有讲究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把这个芯儿掏了一点，这叫改了金钱刀。为啥呢？就是做成这个钱币的样子，有点像钱，起这个寓意啊。再来点炒鸡蛋啊，这个在天津啊叫摊黄菜啊，也叫摊黄菜，很嫩啊这鸡蛋。糖醋面筋来一点，青椒炒肉丝儿，这个菜我爱吃啊。溜肉片儿，哎呀黏黏糊糊的，这就是天津菜啊，完美，就这么一碗面，太香了，赶紧给它拌一拌，一定要拌匀拌开。再来一点卤，这卤有点少了。看见没？为啥搁1/3的面？你要搁半碗面，你绝对拌不开。就这，我这碗还大呢。你再看这碗，咱还是有经验啊！一上来就拿盆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喜欢吃辣椒的，再搁点油泼辣子。哎，如果你口重，还能要上一碗炸酱，叫酱卤双吃。一定要拌匀，千万不能急。太香了！我跟你说，它这个面条啊，有筋道，粗粗的那种，咬起来有筋道。然后就是这个天津这个糖醋面筋，吃到嘴里头脆脆的，哇，黏黏糊糊啊。直接加这个卤子吃。大虾仁，再来一瓣蒜啊！吃面不吃蒜等于没吃面。你看这聪明的朋友从这句话里啊能听出来啊，可以卡 bug。为啥？你就减肥，你看没？减肥的时候你吃面的时候，咱就不吃蒜，不吃蒜呢等于是没吃面，哎，等于咱就没吃面啊，咱就不会摄入这么多的这个卡路里，卡 bug 啊！哎呀，太棒了！用一拌，哎哈，辣的，赶紧来一口。
哎呀，这一吃蒜，这个面的口味就立马升华。我觉得这所有的菜里头，这个精华就是这个糖醋面筋。这个糖醋面筋啊，你看黏黏的，还拉丝儿。听这个声音。这个天津人吃这个捞面就意义很大，经常吃。为啥经常吃呢？因为当地讲究有一句话这么说的，是出门饺子回家面啊，所以经常吃。然后还有就是现在你看这结婚啊，这办婚宴啥的，都是在这种大酒店里头。那以前的时候都是在那胡同，这胡同口啊，这胡同里头摆这个场面。这就是为啥你看他吃席面啊，要这么多的菜，这么复杂，就是这越复杂越显得这家有钱是吧？舍得花钱。所以就是越弄越复杂，越弄越复杂。说白了就是好面儿，爱面儿。不过我觉得就回归本质啊，你除了场面之外，你吃起来确实好吃。尤其它这种混合的味道，各是各的味儿。这个蒜也棒，你看都不用剥皮儿，一捏就出来这新蒜。啥时候有机会啊？能吃上一顿这种农村流水席的这种席面啊，那才地道。不过这个也好吃。这里头还有黄豆粒儿。为啥这里头要放黄豆粒儿啊？你看，就这个黄豆粒儿，这也是有讲究的。放这个黄豆粒儿是啥讲究啊？你看，正常来说，咱吃这个面啊，就当地人啊。就是准备3小时，然后吃面3分钟，呼噜呼噜呼噜3分钟就吃完了，这感觉不雅观是不是？头往这一怼，哗啦哗啦哗啦就吃完了。人家加这个黄豆啥意思？就你吃着吃着，你得挑这个黄豆吃，就让这个吃面的速度减慢，就显得比较优雅。这就是细节啊！你看为啥放黄豆啊？还有一个就是黄豆也香啊，也有营养。除了放这个黄豆呢，还能放青豆，这青豆更好吃。就吃的比较优雅一点，你不能说真的上来哗哗哗就完了是吧？这红粉皮儿一定要尝尝啊！哎呀，过瘾过瘾！天津这个城市啊，地处九河下梢啊，自古是北方水都。这儿呢，这水系啊非常的发达。比如说我身边这个河非常有名，叫海河。这个海河呢很长，是72千米。那来到天津啊，怎么旅游呢？我给大家说一句话很简单，就是 city walk 啊，说白就是瞎溜达。你可以走路啊，可以是扫个共享单车。为啥呢？就因为它主要就是在城市里头转，就看城市，可以说是一步一美景，一步一洋楼啊。你看那河里头。还有大爷在那扑腾水呢。在我的身后这个桥，在天津是非常有名，就是狮子林桥。其实啊，有名的不是这个桥，有名的是在这个桥上往下跳，就扎蒙子的这个大爷。咱叫是天津大爷，人家叫天津伯伯。以前的时候在这个桥上站了一排，夸夸夸往下跳。那今天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时间没到，就不知道，反正没人在这跳，有的也在这个低的地方跳。来到这儿啊，就是你经常啊会听见很多游客就问当地人说：“这啥时候大爷跳河呢？”这在外地听着，这大爷跳河，这还以为是想不开还是咋的？但是在这儿就稀松平常，因为都知道这个桥非常的有名。大爷，这还往下跳不？没有跳的了，没有跳的了，不让跳了。不让跳了，是怕教坏小孩是吧？以前让跳，现在不让跳了。那多好的地方，多好的景，不让跳了。不让跳，我跳。帽子让给捂啊？看帽子让给捂了。哦，这舞的不让来了，不允许跳了，这太高了啊！现在玩文的，在那下棋呢。这边有点臭。
对不上，这都是6度体格不错，太不错，这臭。没有基础病。要不然选个，你加船，选个，要就这样，没问题，对吧？哎，是别的。再来一个。这没事就行了，就它。你说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太少了。对吧？这岁数。我是要的钱。啊。我这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撤了。没有一点那个毛病。啊。有的有一些，有的不光一1、2、这桥上不让跳，大爷搁这跳嘞，哎，砸猛子，这是小猛子，一圈大爷，这是刚才那个大爷拿俩拖鞋游，我就说嘛，这忒跳，我还以为这大爷是不跳河了，改上吊了，不是改那个下棋了，人家还在这儿跳。我还好奇大爷为啥在那个石头上跳，为啥不在这儿跳？我一看啊，这底下这么浅，这栽下去啊，这是倒栽葱，这就栽到里头，只能在这儿跳。大爷身体好啊，拜拜身体好。来到这个桥上，一定要摸一摸石子，但是摸几个就行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你摸不完。你看，那边还有呢。给我5！你看这个都摸成啥了？这个小石子太猛了，摸得锃光瓦亮。哎呀！对面那个建筑呢，就是著名的这个望海楼教堂。在天津这里有很多天主教的教堂，这个呢是法国人修建的。那它在历史上曾经被大火烧毁过。民间啊把这个叫做火烧望海楼，这历史事件呢就是天津教案。感兴趣的可以搜一搜这个天津教案，它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，非常的漂亮。在我的身后啊，有大大的这个摩天轮，这个摩天轮呢被称作天津之眼啊。北京的朋友来到这儿啊，千万别发儿化音啊，就天津之眼，那听着很大气，你别天津之眼儿，那不行啊。这个天津之眼摩天轮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桥上的这个摩天轮。这个桥呢就是永乐桥。如果你是两口子啊，或者是谈恋爱的男女朋友啊，我建议啊就不要上去了，因为呢在当地啊流传着一个天津之眼魔咒啊，就是情侣或者两口子上去啊，那下来就变普通朋友了，闹离婚就分手了。具体这个魔咒是谁传出来的，谁造谣咱也不知道，反正都这么说啊。你要是单身啊，你可以上去看看啊，据说在上面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。它河对面有一个纪念碑，是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。这个天津啊，虽然这个水系很发达，是9河下梢，但是啊，以前的时候它这水质不行，就是又苦又咸，据说能腌咸菜，然后苦咸的，所以就把滦河的水引了过来。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这个纪念碑就修在了这里。少听人一天瞎说，什么 City Walk， 该坐车还是得坐，腿疼。我现在走过去还得1个小时，好像。哎，到那个瓷房子哦，吃行。咱这天津啊，吃这个天津菜，我看这么多店啊，就那回那菜馆，哪一个比较好？到底是？你看，你在网上一搜几下，有一个这附近好几家，好多。我看网上一搜啊，都说这个有名，那个有名，这个排队，到底是哪一个你们本地人吃的比较多的？实际上都是居民区，都本地吃。像你刚才住那地方，这块有一个蚂蚁啥？什么？这有回民饭店啊，就回民饭店啊。对，你要是吃回民的，它是一般只要是开在居民区的都行吧？对，都差不多是吧？对，大差不差。对，错不了。啊，就早点一样，你就吃居民区里边就行，不用去那个什么西北角啊。对，你排队。还有西北角，我听说都排的都吃不上都。吃，下啥药是不知道的。
在我的身后啊，这就是天津有名的瓷房子。这个瓷房子啊，是一个华侨啊，叫张连志，他呢2000年的时候买下来。买下来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普通的一个小洋楼。然后他呢花了8年时间，然后很多钱，用了7亿件这个碎的瓷器，这瓷片啊，20吨的水晶玛瑙，还有1万多个瓶子，装饰成这个样子。我就想，这个人是啥特殊爱好是吧？把房子打造成这个样子。你看上面还有这个 China 这个英文啊写的。但是啊，我听说就是没必要进去，最好看的就是在外边，就拍拍照、打打卡，太华丽了，而且太奇怪了。那还有个车，你看，还有个汽车，他自己的车都被拿这个瓷片贴起来了。这个瓷房子外边这一圈这个墙啊，就是平安墙。为啥叫平安墙呢？你看啊，这都是瓷瓶子，把这个瓷瓶子安在这上面，就是平安啊，取这个音啊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些瓶子据说是有各个朝代的都有啊，但是是不是真品咱就不知道了。安在上面，哇，这么多。在这周围有很多名人的故居，比如说我身后这个洋楼啊，你看这写着的张学友，不是张学良旧宅，张学良在这住过啊。很气派啊，然后那边你看还有张爱玲故居，咱去看看。这是张爱玲旧居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谁啊？窦泥湾，马三立。马三立头这么大。头发这么一打呀，细听我来说。说一说天津卫的老酸奶呀，别提多好喝。天津老酸奶呀，本是宁不行，老味道、老包装，特别的好喝。女人喝了更漂亮，男人喝了更强壮。你要是不相信呐，您就亲自喝，花钱还不多。天津卫呀，嘛也没学会，学会了喝酸奶呀，价钱也不贵。宁不行的老酸奶是健体又开胃，女人喝了更漂亮，男人喝了更强壮，干起活来不觉累。欢迎大家来品尝大瓷瓶的老酸奶，来到天津不后悔。康乐小豆，康乐小豆，天津特色啊！哦，这是天津的老传统特色，多少钱？5块是吧？康乐小豆，中华老字号啊，来到天津必吃的啊！啊，天津老酸奶，对对对，你听这说多好，必须要来个老酸奶。多少钱？一共是15，一共是。要是说的不好喝的话，我们也不录了。绝对好喝，大家一看还挺好。这个是快板是吧？对对。来到天津卫，来个老酸奶，这是山东话都出来了，感觉。话也没学会。尝一尝。啊。说好喝就是好喝。尝尝。啊，这个。15一共啊。健体又开胃。天津的味道。女人喝了更漂亮。都是老字号是吧？男人喝了更强壮。干起把那个活来纸，告诉你们，把那纸，欢迎大家来。把那纸掀开啊，里面有个拉环，你自个儿拉就行，往怀里方向拉啊。哦，往怀里方向拉。对，就这么拉呗。哎呀，拉坏了，拉坏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这一看就是头一回喝这个。有的人买完之后，你给我拉吧，会拉坏了。哦。你要是不拉开，这环直接插果就折了。啊，就老有人拉坏是吧？对。啊。你那意思呢？还真是，为嘛人我们给拉嘛？我说没事没事。咱这不算水平不行啊，这老有人拉坏的，这不是我头一个。有拉坏的，还真是的。哎，坐着喝吧。这个大姨说啊，这个酸奶是凝固型的酸奶啊，必须管插进去搅一搅。哎，来到这儿不能叫大姨了，叫姐姐啊，叫姐姐。这是18岁以上的女性一律叫姐姐。真浓稠啊，吸着都费劲。这是凉的，你不要凉的，那常温的，没事。好喝，好喝，好喝，它就是好喝，真是。好喝，不好喝也不做广告。好喝，好喝。
咱这儿是不是管这个女性成年女性都叫姐姐？对，小姐，姐姐小姐多好听啊，是啊的，洋气对吧？管你们都叫姐姐小弟弟，都要那我管您也得叫姐姐，是吧你？叫我什么都没关系，啊，叫什么的？你叫大姐就可以了。大姐，大姐，叫爸都没事儿。叫嘛都行，哎，叫爸都行。好喝好喝。这就是有个长草，这个它还不是特别甜，对哎，就能接受微微的那种，对。有的甜的腻的这不行。虽然说是老酸奶，它也不那么酸，嗯，对，稍微有一点儿就是。温润，对。这瓶儿挺好，我看着。对呀，这瓶儿挺好，你可以带走，干什么都可以，喝水干嘛都对行。对，瓷瓶喝水种花干嘛？听着声音是瓷的。哎，还有盖儿，你看把那盖儿拿出，盖嘛你回家干什么都行。啊，还有盖儿呢，这对，好东西。这个好在这儿，拉瓷瓶的。再尝尝这个长乐小豆，这包装啊，看着满满的一股廉价感啊。但是啊，这种老的食品都是这样子，就这。这是天津海河牛奶，别啊，我知道，海河牛奶有名。哎，海河也有名。不是我跟你家说买不买没关系。哦，那这姐姐介绍，那肯定要买。哎，给我来一点，我尝尝，我得尝尝这个。哪一个是最有特色的？特色的，他们刚才买这煎饼果子的。哦呦，还有这味儿的。对呀，煎饼果子。好家伙，煎饼果子味儿。对呀，还有那个炸糕味儿的。真有煎饼果子。啊，还有麻花的。哦，还有麻花味儿的。啊，对呀。好家伙，那来这个煎饼果子。这不还有炸糕味儿的？啊，炸糕味儿的。吃过炸糕吗？啊。天津炸糕，但是你这天津炸糕有名，耳朵眼炸糕是吧？哎，对，你还真棒。你是从哪来的？陕西西安。嚯，还真棒！你看，来尝一尝吧，尝一尝。一豆一。不那么老远上我们这儿来，我们得谢谢你们，多好，旅游愉快啊！煎饼果子，行，来一个，多少钱？3块5。3块5是吧？从哪儿都可以。对。你们外地有，也是我冲着天津那个过去的。这其实就是红豆冰棍啊，尝尝。入口绵密啊，沙沙的感觉。好吃，这一吃就小时候那个味道。小时候这绿豆冰棍、红豆冰棍就这种感觉。煎饼果子味的牛奶，好家伙，这谁敢喝？里边还有五香粉、甜面酱吗？这是煎饼果子味儿。这是双蛋双果篦的。它是有一点点啊，但是呢也不太像，然后再尝尝。其实没人跟你说，你以为喝的是有点像巧克力味那个牛奶，好喝，不是很奇怪啊，能接受。女人喝了更漂亮，男人的喝了更强壮。你要是不相信呐，您就亲自喝，哎，花钱还不多。说到这个 City Walk， 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意性，就是你看哪儿有意思，哎，你就过去溜达溜达。我看这身后这么多人，我一想，哎，这肯定又是哪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儿。过去一看，是小孩放学呢，是家长接小孩呢。这里是五大道的民园广场。这个五大道它是一片区域，那这片区域呢，自古就是天津的好地方。因为在这个鸦片战争以后，这个天津被辟为了通商口岸，就很多外国人涌入，就形成了9国租界。在这片区域啊，有很多就是各式各样各个国家的这种建筑啊，被称作万国建筑群。这个广场呢很有意思啊，特别的干净整洁，在这转转。这周围的建筑啊，这周围的房子真的是非常漂亮，不是别墅就是小洋楼。那走在这儿的感觉啊，有一点老上海的感觉，就用一个词来形容啊，就是洋气，非常的洋气。那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住在这儿的人非富即贵啊，分为3类人。这哪3类呢？一个就是皇亲国戚，这遗老遗少，就是晚清的时候这些人啊；还有呢，就是北洋军阀啊，这些政客住在这儿。再有就是富豪，什么明星啥的，社会名流住在这里。你就看这些房子，你就别说以前了，我跟你讲，那现在更好。来到这儿是打卡拍照，美美哒。
来到天津，少不了尝一顿天津的清真菜。这个天津啊，把这个回族朋友就叫回回啊，跟这个陕西西安一样，就回回做的菜。这个好吃的清真菜馆啊，在天津啊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，有很多啊，其实啊味道大差不差啊。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就是什么燕春楼啊，算是最有名的了，还有什么同发号呀，什么啊桂发顺、益发顺，什么恩宏德等等等等，你就离哪儿近你就吃哪儿就得了。我刚好住这个酒店就离这个近，咱来尝尝老店啊，益发顺。这一进来挺敞亮，装修也不错，金碧那个啥，蓬碧金碧辉煌的，蓬碧生辉，可以。这应该是个新店，扫码点餐，这机器人啊在这来来回回扑扑棱棱送菜。给我拿个菜单行吗？我看看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。这个就餐习惯啊，我还是想看一下这个菜单。哎呀，你看这菜，多少菜？双面4大招牌啊，八珍豆腐来一个，红烧牛窝骨来一个。它这个菜价其实还可以，不算贵。有的朋友就说这78一个菜，这还不算贵。我跟你说，你上来你看这个分量，哎，咱看分量，一会儿啊少不了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再来个水爆肚，还有这个奶汁全爆，锅塌牛肉，这5个菜就行了。这5个菜是够吃3天的，我跟你说。这说了半天啊，还得拿手机点。其实啊，我挺喜欢拿手机点的。我是光喜欢看菜单，不喜欢人家站在这儿，知道吗？人家站在这儿，我老感觉不合适。人一站，我也想站起来，这老客气。这现在多简单，啪一扫，哎，你慢慢看，是吧？咱这一看就是平头百姓，是吧？劳动人民，没被人伺候过。这要慈禧老佛爷往这一坐，好家伙，你就光张嘴就行了，啊，直接送嘴里。水冒肚。路线必让出，请稍等。路线必让出。这你能说是盘子，也能说是盆。这个造型啊，从我这个角度看就是5环，这5道菜。先吃这个天津名菜啊，八珍豆腐。这里头有8种食材，大虾这么大的虾仁，然后蟹肉啊，这应该还有鸡肉，这还有这个贝肉。因为这儿它是靠海啊，天津有海啊，所以说这海鲜唾手可得，随处可见啊。这就是鱿鱼。它除了八珍啊，它还有豆腐。豆腐在哪儿呢？你把这剥开，你看豆腐在底下，它是炸的。这是嫩豆腐，外边炸的酥皮儿。这个酥皮儿泡了这个汤汁都有点软了。非常的嫩。哇，这个菜一口下去，酱香味儿，然后就是油香味儿，油汪汪的。最主要它还勾了芡。天津菜的精髓啊，就是勾芡。无芡不天津菜，你看这全都是勾了芡的。人家讲究的就是明油亮芡，你看放在这个灯底下这么一照，这个色泽油汪汪的。其实啊，它油并不大，就是因为勾了芡。食材也新鲜，大虾仁，哇，这虾好吃。它这个虾感觉像是挂了糊过了油，就外边这个味道非常的有滋味。而且虾仁啊，是这个天津菜重要一个食材，很多菜里你看都有虾仁。都说这个天津人啊口味重，能吃盐。那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这儿一吃，感觉哎呀咋这么咸？它其实有2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啥呢？就是因为这儿啊，它本身就产盐，就是产海盐，然后漕运发达，就往各地运盐，尤其是往北京运盐。就以前的时候，这儿它有盐呢，它就爱吃盐，能吃盐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啥？就是勾这个芡。它勾了芡之后啊，你加起来这个菜，你看。它很挂这个调料，所有的味道，什么盐味啥的都在这上面沾着，所以吃起来你就会感觉口味重。下米饭是一绝啊！这么好看好吃的菜啊，得盖到米饭上面。你看，哇，这是下饭菜啊！好吃好吃。我没想到这个这么好吃。
刚才我一看这么多，这肯定是要兜着走啊，绝对能吃完。一会儿少来点米饭，咱们就把这菜干光了。锅塌牛肉，这个它是一个清真菜，所以叫锅塌牛肉。你去外头，它有些汉民开的这个馆子，人家叫锅塌里脊，这食材是不一样的啊。你看这个颜色，看见没？还有包括这个牛窝骨，这天津菜有很多都是这样的颜色，就红红的这种酱香味，感觉特别的有食欲。然后这个菜呢，还有一个天津菜烹饪的技法啥的，就这样大翻勺，这大翻勺跟这个勾芡一样啊，也是这个技法之一啊。它这个为啥要翻呢？就是它鸡蛋啊，先在底下摊个蛋饼，然后把炒过以后的这个牛肉放进去，然后再浇点蛋液，啪这么一翻，再一翻，再一翻，然后再烩点汁儿，那就出来了。所以啊，它是内有乾坤啊。看，哇，给它分开，分成4份儿。看，这里头就是牛肉，有蛋有肉，然后外边还有这个汁儿。哇，这个菜啊太绝了！锅塌牛肉，来这么一大块儿，哇，这个汤汁儿。这一口下去太爽了，有鸡蛋的香味儿，然后牛肉的这种咬起来的质感，最关键它这个汁儿也不错，你看着红红的，其实没啥甜味儿，就是微微的有点甜味儿，主要就是咸鲜口。哇，巨香！这个锅塌其实它是一个菜的系列，比如说有锅塌虾仁啊、锅塌豆腐呀、等等等等。而且这种烹饪方式啊，这个做法也传到了日本，在日本的中华料理店里头都有一道菜就很有名啊，叫这个天津饭。哎，有的朋友一听这天津饭，这不是七龙珠看多了？这不是那个天津饭，人家这个是一个盖饭，就是拿这个鸡蛋然后盖在上面，也跟这个做法差不多，但是肯定没这个好吃啊。日本的中华料理店里头都有啊，这天津饭。再尝这个牛窝骨，好家伙，这还是这个色啊，这个色一看让我想起来鲁菜。这的确啊，这天津菜啊，它的渊源啊，就出处就是鲁菜演变来的。但是呢，它这个味道就好像是鲁菜里头多搁了点糖啊，或者这么说，就是浓油赤酱的这个上海菜，这本帮菜里头啊。少了点糖，多了点盐，那个感觉，但是这个量又有点像东北菜。来勺，这个牛窝骨是哪个部位呢？啊，就是牛的膝盖啊，膝盖骨。全是筋儿，就膝盖里头那个筋儿，咬起来 Q 弹，好吃。虽然好吃，但我要说还有一个问题。就这3个菜啊，就似乎味道差不多，大差不差。再来这块儿，你看这块儿还有点肥肥的。这个天津菜啊，它有个特色，就是有点甜口。你别看咸，这咸中还带甜。好吃，回口都是甜的。就比如说这个鱼香肉丝，人家要加这个番茄酱。山东的这个九转大肠来这儿都得给你搁点糖。再尝这个菜啊，终于这个色儿不一样了，这是奶汁全爆，是奶味儿的。你看上面是虾仁儿，啊，这还有肉片、鸡肉，还有鱿鱼花儿等等等等，还有黄瓜。哇，这个是咸鲜味儿，然后一点葱香味儿，然后就是这个奶味儿，微微的有点奶味儿，但是这个奶味儿不重。这个奶味儿啊，你不仔细吃，你甚至还吃不出来。再来个鱿鱼花，都是勾了芡，你看吃起来味道很浓郁。这个奶汁全爆，它是由这个传统的天津菜啊，这个老爆三演变而来。这个是全爆，就是食材多啊，还有奶爆三。奶爆三呢，就只有3样食材。你看这个菜就感觉很奇怪啊，在中国的这种烹饪里头，尤其是炒菜啊。就很少放奶，而且放这么多白白的，这就要说到天津这个城市啊，其实是一个土洋结合的一个城市。这怎么说呢？因为它这个历史上有9国租界这段历史，受西方人这个饮食影响，这西方人啊就爱吃这种各种奶制品，然后慢慢就影响这个菜都这样子，包括黑蒜牛肉粒儿，
啊，还有一些等等各种各样的菜，都是感觉是西餐和中式的炒菜结合的一种产物。最后这个菜啊，水爆肚，这个菜呢北京也有，它底下有大量的香菜，先给它搅一搅，哇，这黏黏糊糊。这个五环啊，这5道菜每一个菜都是黏黏糊糊的。来到这算凉菜了吧，也是放了麻酱，黏黏糊糊的，里头还有腐乳。我看这天津人不得了，就特别爱吃芝麻酱还有腐乳，尤其是这俩加在一块儿。哇，口感太棒了，咯吱咯吱咬起来。这个菜啊，这么一拌还挺咸的，配点米饭吃。还有一个菜和这个菜有点像，叫碎爆散丹。这个散丹啊，就是羊的胃。吃的饱饱的，咱继续 City Walk， 尤其要吹着这个海河边这个风，哎呀，体验体验老天津人的快乐啊！走起来啊！哎，这怎么卡 bug 了？这是电脑游戏，这是。世界本身就是虚拟的，